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7号星期五，今天基本上完全恢复了。明天早晨是神户马拉松之前最后一个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所以今天还是轻松跑。明天跑一个有点质量的中距离。这件衣服挺好看哈，第一次穿。现在正合适，再过几天就冷了。你看，把970带在了这边，今天还是在评测佩兹4，争取能给大家发出首发评测。这次时间略微有些紧张，我在加速。佩兹4在手上已经跑了100多公里了，因为中间有一场马拉松嘛，100多公里给大家带来一个评测。现在咱们分享这一周我的恢复。这儿又办什么活动？大阪的拉面活动，从11月7号到9号那个周末，来自各个地方的拉面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佩兹4。我这两天在给佩兹4使劲的找缺点，因为节目里还是想加一些，但是实话实说，除了测试版的固件有一些小 bug 以外，其实我找到的都是这些，都是反馈完以后我会修复，还没有找到很明显的就针对路跑马拉松有很明显的问题。这几天很密集在测试，昨天去了梅田，去了那一片高楼大厦，我昨天找了一个极限的 GPS 的地方测试，到时候大家等我的节目。然后就是这一天的恢复，这次北马大概比我想象的消耗要大，因为不光是马拉松，前后还有其他的事儿，而且回北京跑比赛，而且是我第一次拍摄北京马拉松，我肯定不可能太放松。之前本来想的是过了20多公里稍微放一放，但是过半程的时候1小时18分多，那时候体感也还行。当时真心想的就像我节目里说的似的那样，后半程顺到1小时20，也许呢就能 P 个 B。但是我节目里说的也都是，当时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想法，就是我觉得这样 PB 挺没劲的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，这 PB 肯定是好的，但是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不是我特别想要的那种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顺其自然。到后边稍微掉了一点点，再加上有额外的多跑的距离，因为北马赛道太宽了，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。但是我最后尝试冲刺了，最后尝试冲刺并不是为了冲击23840，因为差不多在还有1公里的时候，甚至在还有2公里的时候，就我说 PB 可能毫厘之间的时候，我其实是算了算，我觉得是没戏的，因为1.2公里4分钟，当时可能就有难度，对吧？1.2公里4分钟得跑得挺快的。但是为什么最后尝试冲刺呢？是因为我想试试在这种强度的马拉松下，我最后能不能冲刺。因为以前大家看到我马拉松冲刺都是整体成绩不快，像去年奈良、台北2小时50、2小时51啊，悉尼2小时47，这些我肯定可以冲刺，而且能冲得挺快的。你看悉尼我冲到了3分10左右，对吧？虽然那是个下坡吧，但是下坡之后也在3分10几。所以北京这次我想试试，而且我没有任何的成绩压力，这次试试就试试。你最后冲刺的时候，万一抽筋了什么的，也就抽筋了，不重要。早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这次好像是能冲到3分20多，而且当时是感觉可以加起来的，就可以维持一段的。所以你看我冲过终点，我也没有很力竭，
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，因为这场马拉松就是我，可以算是没有感知的大的掉速，有那么几公里中间穿插着，它在掉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能加回来，就说明我现在是在比赛了。这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以前跑比赛的时候，对我来说是马拉松，可能对新手刚初跑者来说是半马、10公里、5公里，它会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到最后1/3的时候，会感觉我不是拼下来，就不是比赛下来的，而是坚持下来的。甚至包括年初我那个23840也是，就是不像我的半马，我是拼下来，是冲下来的，因为能力不够会掉。这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，就我能不能描述清楚这感觉？以前我也没有这么去想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这频道的节目的价值就在这儿，就是我的想法在不断的改变，随着我的能力的提升。这次就是特别明显，就觉得以前那比赛感觉就最后这就像什么呢？这就像打牌，一开始先是应对规则，我能不违反规则，对，我出对牌，然后知道这牌怎么出，知道哪个大哪个小，然后慢慢的呢进到下一步，我能不管别人，管自己的牌面，对吧？然后再进到下一步，我开始考虑，开始猜他有什么，他有什么，他是怎么打的，他是怎么打的，然后我应该怎么打，但是还停留在我应该怎么打上，就是我怎么打能更好，就跟玩酒馆战棋似的。您一开始想的是我弄出一套轮椅组合来，就跟我现在似的，顾不上别人。但是慢慢的，你就顾上别人了。一开始是应对别人，再后来呢，你就能算牌了。这场上桌上还有什么？然后呢，你可以就控制别人的牌了。比方他，你知道他想要这个，你就拿住他。然后再到最后，甚至是观察别人的小动作，观察别人的眼神，观察别人的脸，观察别人的表情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？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你越来越熟练了，不占用你的精力了。跑步、马拉松也是这样。你看专业运动员们就竞争名次，有拉扯，有加速，有变速，这些是建立在第一他有这能力，第二呢，他就是在这能力下，他去想这些。像咱们来说就做不到，对吧？但是这次我摸索到了一点点就摸到了一点点，就我会发现，比方说这2公里掉了一点，掉到3分48，那我就加一加呢，我能加起来，然后我能大概保持一个平均的配速，这感觉挺微妙的。本来是想说这一周怎么恢复的，其实也没怎么恢复，就是少跑一点，然后可以按摩，但是我没按成，因为现在感觉那天比完赛的第2天有时间，我看了看周围几个盲人按摩，我觉得就都有点远，我就没去。在日本这儿呢就有点贵，而且也不太好交流。按摩，然后从第2天开始可以泡热水澡、热水脚，我就这样慢慢恢复。肌肉肯定是有反应的，但是到我这个程度，肌肉的反应基本就是，影响高强度运动表现。正常运动上下楼什么的都是，就你看不出我是跑了马拉松的。那天比完赛特逗，我不是家4个父母都在，然后都散落在各处，也远。就都在最后那个终点那个地铁站集合，等他们等了1个多小时，等于跟着我下地铁的都是3个半小时以后的选手，大家好多都下不去楼梯，我感觉什么事儿没有，这事儿就是这样，
就跟刚才我说的这感觉一样，包括赛后的难受程度，比赛时候难受程度，都是一步一步会进步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你们看了我从年初的238到这次238所有的训练，几乎所有的，那没有什么科学，没有什么秘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讲道理吧？来豆，你说有什么科学和秘诀啊？就日复一日的跑呗。我也没有教练，但是现在我有心思想当个教练。咱们看看上马之后有没有可能弄一个小的线上的训练团队，怎么样？到时候跟大家分享。其实就是归纳与总结。行吧，今天聊着聊着有点跑题，但是我觉得跑题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价值所在。11月7号星期五清晨训练结束，今天咱们当做第3个训练日，周三当第1个，3、4、5，明天最后一个，15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7，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较小，有氧效果维持，没有无氧效果，最快1公里4分17，平均心率143，最大心率160，可以哈，累计爬升49米。平均步频197，最高步频216，平均步幅1.06米，垂直振幅百分比6.2%，垂直振幅6.6厘米，平均触地时间198毫秒，消耗784千卡，预计15.4小时之后恢复体力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北京马拉松这些，也不能说细节，小感受吧。我们这周日的会员视频标题我都想好了。我也蹭个这种标题热点，叫一部视频讲清整个马拉松的参赛，可能再调整，反正一部视频讲清是确定的了。就是想说说赛前准备、赛中和赛后的，就我现在这个阶段。有小伙伴问我，也有其他的我们做自媒体做内容的小伙伴一起聊，就说你某一个领域你总有枯竭的时候。但是我觉得马拉松训练其实对我来说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像今天跟大家分享，每一个时期、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能力情况下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我希望把我这一路分享出来，分享给大家，不管这一路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价值所在吧。不谦虚的说，价值所在，好吧？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